版的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前面3个小时是最咬的。哦，超大！哦！哎，看起来有哦。有，哎，碎！先保底就。哎，有！哎，碎！哇！我直接打大哥的脸，眼睛这边。危险，注意事项，鱼可能会掉到你脸上。现在就跟在海里面捕鱼一样的感觉。我们要钓这么大才对啊！1公斤，白鳗养到1公斤很夸张哦，真的。对啊，有，活力满满，哎，很粗哎。哇，很难呢。早，也太早了吧？因为我们要赶潮水哈。钓螃蟹一定要等它退潮底，开始钓。对，钓到它整个长满那6个小时最好。这6个小时最好。前面3个小时是最咬的。所以我们还有1个小时是最咬的，后面那3个小时1.5小时。哦，这么精准呢？没错，我是安平人，我有个绰号，是，我叫安平谢霆锋。但是是螃蟹的蟹，疯子的疯。哦，谢霆锋，可以理解安平谢霆锋。今天我们主要钓花蟹。哦，回击吗？港到盐田这边通通都有。以前是钓鱼不小心钓底栖的鱼，不小心就会拉到螃蟹。没有人在专门钓螃蟹。对，因为大概10年前钓蟹神器发明出来之后，才开始有人专门在钓螃蟹。秋天吃蟹正是时候。说到咱们白哥，可是台南地区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捕蟹高手，自己研发制作的捕蟹神器更是风靡钓友圈啊。一般的捕蟹神器只有中间这个圈而已。螃蟹是我自己独家专利，我自己做的。是为了好看还是它是有作用？它真的有功能的哦。然后插进去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是本来这一圈带这个就是有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自己组装的，最好是整只鱼是最好的，这样子它就不会掉了。然后我说这个蟹脚是有功能，就是这样，你把它套进去，对不对？对。再这样，固定，再圈，对，它是有作用的哦。这个是什么？不是只是好看呐，不是只是可爱，不是噱头，然后到时候别针放在这边，所以是这样下去钓。对，丢下去。它到时候在水面会横躺成这样，对。然后这个都是活套，它的原理，对，你放掉，你手放掉，它就弹回来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是的。我刚才一直看不懂啊，它是怎么作用的？好哦。然后这个是我副社长自制的那个捕蟹神器，它叫象蟹葵。我这个设计是一朵花的原理。它这个创饵的时候呢，它可以任君挑选，它可以创无锅鱼，创秋刀鱼，甚至创小卷都可以创上去。然后套进去之后，一样要把这个饵料固定住。对。然后我的比较容易，一条线就解决了。这样子它就可以到。因为你还有一个这样有点像包住的感觉。对，把它包住之后，当我们的竿尾有讯号的时候，我们只要迅速的把竿子抬高，就马上就中了。它就会一定会有一只脚是被抓住了。一定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我目前在使用的话，命中率到90%没问题。这样子。这么高啊？很高。所以我们等可以试试看。现在这个季节，小刚小布，差不多这边可以到多大？我目前这边起锅最大是2斤左右，一只2斤，一只就2斤了。我的钓蟹生涯目前起到是3斤2两。
在这边吗？啊，没有，在安平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没有自我介绍，我是安平早蟹达人我叫一哥。早是找螃蟹的找，我不是那个早蟹是早蟹。我目前最好的成绩是3个小时70只左右。哇，花蟹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用这个。没想到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相信今天有早蟹哥跟谢霆锋的加持，应该是事半功倍，大丈夫的。然后呢，掰开，对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开始往后，然后在空中画一个半圆的时候呢，食指就把它弹出去，食指就要放开来弹出去，差不多有，可以，好，那这一杆我们就这样子喽，这个要搬回去，对，没错，好，那我们这一杆就直接架杆了。这个为什么要稍微卷一下？要把支线收回来。支线啊？因为螃蟹在咬，我们是靠这个线的绷紧去传达它的讯号。那我有了哈，我确定。你确定啊？你到哪真的就直接坐。我坐着比较有讯号。先坐下再说。还是我用那个绝招。躺着？什么绝招？还要躺下。坐在这里就比较好，我试试看好了啊，是不是？有哇，真的有不大了哈，不大没关系，但真的有。刚才还感觉不出来，你看他现在哇，他看他整个下半身这只它的学名叫东方异齿鲟，比例上来讲，它的螯特别长的。对啊，但是它这种成蟹就是这么大。哦，真的啊？它是可以食用的，只是说我们一般市面上不会有人在买这种螃蟹，因为太小只了。太小只，因为它呈现就最多这样。然后我有问过老前辈，然后台南人，然后这叫扣筋嘛，扣筋，因为它身上有一个吃起来有点苦苦的味道。开胡啦！没想到捕蟹神器真的齁塞雷啊！只要能准确判断竿头的讯号，抓准扬竿时机，捕蟹神器就会像牛仔套绳一般，牢牢将猎物五花大绑。我要。开始了吗？确定拿得起来吗？确定。我看起来很大只哦！看呐，好大只，好大！小刚，哦，超大！哎呦，大只！你再放下来一点点，大只，线再多放一点。好，让他们可以拿。你会拿哦？可以。哇，这是大耶！哇，漂亮哎！哇，太有活力，好难哦！等我一下。太有活力。妈妈，这个给你啊，太重了。你会抓啊？可以。这个可能我就拉不起来了。钓竿碍事。所以这个季节这种就对了，是吗？对，这个季节这种就对。怎么样？你可以就这样，像我拿我的位置，小心它旁边都有刺哦，就拿着就好，它就不会，它抓不到你。我们又一只耶！对，这个大概是3只1斤的。3只1斤。但是我在那边看好像没有那么蓝，好像是今天的光。刚上来，应该是刚上来的光，刚从海水里面上来的时候，它的颜色比较新。对，超漂亮的。哇，像画。这个遮脸吗？遮看，这遮不住了。可以。这哪遮得住我的脸？小刚的脸比较小，它大概就是一个手掌，你可以挂口罩，加耳朵上。找蟹哥果然人如其名，找蟹功夫一流。就算来到咱们谢霆锋白哥的私房菜园，照样先吃得点，大花蟹利落上岸，丝毫不马虎。有没有来了？看起来有哦。有，哎，碎！先保底，先保底。有，碎！哇，时间对了，一直上来以后，陆续就一直上来了。这个绿色的。好，这样子夹着就好，小只一点。这中花，公的，一样是公的。你看卵丝整个被它干掉了。哇，好快啊，吃很快。哇，它的背比较绿哈，稍微。要等我。又有哦，等一下再拉，等一下。小刚快点，这一只，好拉，好快点卷，有，重，没有，啊，太慢了，好掉，哇，可惜了，我们
号，刚刚那只是大号。不胡乱，看似简单的羊肝卷线动作，要是时机节奏掌握不对，照样落跑。谢谢再联络。哎，算了，只能安慰自己还年轻，早些经验不足啦。这一颗好像是哈，哪一颗？我没有手套，你把它挖起来。这一颗哪一颗？这一颗很好，有看到吗？这一颗吗？对。需要刀子吗？需要刀子吗？有那么硬啊？有了，因为它刚好在那个砖块跟砖块缝中间。有的吗？有的。哦，注意哦。等一下。大家没有？紧闭的，紧闭的。哎，有。紧闭的。肉比较少。第一颗。OK。注意哦。这一颗很大。又有吗？是活的。哎呦。我也没把握，因为它口那么大。是那个吗？对，这个。哦，看到了。对，直接拉起来，活的。因为它你一碰它马上盖起来，要转一下。啊，明白。给它让它变柯南。这个，蛮肥的，它这颗蛮肥的，你看肚子的位置。哦。你说这个地方啊？对，这边这样。有厚度哦，跟大拇指差不多。谁要来？我觉得这是珍珠贝。我看看，开口的，你只要看到开口的就是我的。对。等一下啊，我先下，然后稍微，我不往那边走，不然只会那个吐了，那去个卤。我慢一点。哎，吐了。哦，珍珠贝啦。碎。这是什么？这很薄呢。珍珠贝啊。真的假？珍珠贝？里面有珍珠啊。通称啊，它比较容易长珍珠。哦。哎呦。对啊，没错。这个。没想到。这活的吗？珍珠贝。哎，超薄哎。这就是它的特色。这有肉吗？对啊，这有肉吗？超好吃的。这个又叫做科茎，因为它都跟科混生在一起，它会比科再下沉一点点。对。那我们俗名叫做珍珠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扁扁的，对，这种造型这种双贝类最容易长珍珠。哦。扇贝其实也是一种珍珠贝。这一颗。对，不要再移动了。看到吗？有。要用刀子。哎，走地板美人，哎。有。没事。可以。暴力。哇，哎，这颗厚。我靠，这样更帅。这样用刀啊撸了啦，用敲的，用拉的都可以。啊，哦，去。有活，这也是活的。那也是活的。它肉比较小，它刚刚长出来而已，这个就很饱满。没想到废弃盐田的生态这么丰富，只要懂得门路，这里根本就像个吃到饱的海鲜餐厅。开这个哈，它尾巴在这边嘛，头在这边嘛，我都是用这样。你看，还有一个自己就敲啊，你把它敲一个孔出来。哎，对，然后进去，刀背要朝外。对。朝内啊。啊，这个没锁，这个坏掉了。哦，可以哦，哦可以哦，肉可以。哎，很漂亮哎。一般我们在讲的生科哈，一定是乳黄色的，不是白色的。哦，很漂亮。然后其实，你看它的这个很肥，有没有？怎么样？哇，很浓郁。哇，很咸呐，海水也很鲜呢。就海水一开入口，你海水本身的咸味，对。可是后面很快那个咸味就冲淡了，就甜掉了，对，就变甜了，也蛮好吃的。一口一个大小刚好的鲜壳，一入口浓郁的鲜味就在嘴里炸开，大自然的滋味就是这么令人无法抗拒。对哦，哇，这只也大。等一下，我把它拉高。好，拖了，抓到了，抓到。是啊。哇塞，底部啊比较黄一点，再配鲜颗，哦，没味了。等一下，哦，也是公的，目前钓起来都是公的，哦，好有力哦。有肉哎。有肉，要吃吗？啊。
很好啊。一起吃好了。来，一起吃。这个应该要煮熟了吧？太幸福啦！不到1个上午的时间，收获满满。只要找对达人，天天都有口福。珍珠贝很珍贵哦，珍珠贝只有3个哦。这个有特殊的吃法哦。是。这个，烤起来。直接拿它的壳，因为它壳也是很薄的嘛。对。烤起来就好。壳没打开之前看薄薄的，但它其实里面肉也是蛮厚的，蛮大一片的。来，你介绍那么多，我这一颗都还没有吃完呢。它肉就是那么多，我在那半边呢。它珍珠贝的那个味道啊，比较耐嚼，比较像我们吃的那种北极贝啊，还是什么那种口感再硬一点点，然后它比较耐嚼，但越嚼会越香，真的，直接清蒸的花蟹，你看这个膏啊，有多多，满的，全都满的。这个比一般我吃的蟹还要再咸一点点，然后它的那个膏浓得像玉米汤你说那个浓汤，对，浓汤的感觉。感觉肉很饱满。有，这只是饱满的没错，很硬的。这很夸张妹妹是不是在流口水了？他这边很贴心哎，他已经帮你把壳稍微剪开了，壳稍微剪开就很好弄了，好处理。哎呀，稍的。哦，是不是？这个蟹啊，大概就是我的大拇指，差不多吧。就是有什么人啊？我知道。只要看到你的螃蟹就好，都感觉不到任何世界。我的世界都在这里。它肉好扎实哦，好像没有会松松软软的蟹过蟹肉。真的假的？如果我们在上买的多半都是在外海捕的嘛。对。然后你想要外海捕，然后呢，再船再运到我们岸上到鱼市场。对。然后鱼市场再透由商人再交到我们消费者的手中。大概都是2到3天的时间。当然它的新鲜度、它的活力啊，包括它的就是我们的里面的蟹膏就不可能这么饱满。是。因为它慢慢消耗掉。它饿嘛，它饿。对。因为它捕起来，它就被五花大绑，它也无法再见食。是这样子的。对啊，所以那个味道就会偏掉一点点。对啊，我们今天这个是马上钓马上煮，那个味道就差更多了。这个花蟹摆我这边，我真的是过不去了。说到台南，除了野生海鲜丰富，养殖业更是全台重镇，而其中萨巴鱼绝对是数1数2的养殖鱼种。你说你这边养殖没有很多，一甲地平均我这边养殖就大概5000。哦，是故意的吗？天气会调节，对。那空间更大，它活动力会变大吗？对。今天这一池就是要抓起来做低鱼精，就像低基金一样，对，把它炸出来，炸出来。低啊，对。这样不是很恶心吗？它有用一个瓮下去做。可是因为鱼精，安尼袂敢袂，臭啊，是迄个味我唔知。厂商在选购鱼的，他也会选择好的鱼啦。我就是想问，为什么会选？因为我们这边是海水养殖。哦，你们是纯海水养殖？就是海水啊。对，这是海水，我们有自己的沟渠啊。我们这边面积比较大一点，它有自己的沟渠。我们这边离海岸线不到2公里，所以你们是直接把它引进来？对。这是活海水？对，活海水，我们会用循环的。哦，那差很多，那差很多。对啊。除了大家熟悉的鸡精，近年来鱼精也广受喜爱。黄大哥强调自然、生态、无污染的养殖方式，让他的丝木鱼成为制作鱼精的首选。那个哇，打到眼，打到他的脸。大哥还好吗？好，打到眼睛了，受伤了。我直接打大哥的脸，眼睛这边。对，那很小心的。对，因为它是尖，头是尖的。对啊。哦哟，哦，你看护脸。
打拳击。哇，这个我不知道来得及，听到声音这个，要看到方向，然后移，好难哦。下去的人还有这种危险的注意事项，有可能会跳到你脸上。看看啊，看看啊。好，我们那么强壮，看你蹬地。对。哦，那接啊，一个一个。有多少久了？伊就退机了。哦，你讲这个这啥嘛？讲我卖挂呢，是多少久了？就退机2年了。蹲你的手就变长了，站你的手就变短了，对不对？又可以一直往后靠。那我蹲，我手变长；我站，它变短。但我的身体都是斜的往后游。拉网虽然看似辛苦，但是听大哥说，站在水中才是最危险的工作，一不留神就是丝木鱼飞弹伺候。大哥，你伫内底是打好网啊，莫浮起来。啊，讲啊，打这个鱼哦，啊，所以你爱对你哪行？哦，双手护。丝木鱼炸弹出现。这样他们先把口这样盖过来，这样他们跳起来就会打到网，不会打到头了。是不是感觉到了这个竿头的感觉？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你看，哇，活跳跳，哇，活跳跳。他们稍微会让他们跳一下，因为到网时它太躁动了，也不行啊。但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这个大哥这个鱼池里面丝木鱼本身的活力，因为它如果活力不足，或者有些养殖它密度太高，它其实它会跳，但它会比较用撞的，不是这样子。现在就跟在海里面捕鱼一样的。好像台风的感觉，口外面整个那给它赔包括那个水就一直在那乱喷，然后各种方向都跟水打到你了。大钩子下来了，现在用车把它。我看到大哥现在马上把那个开口，鱼的开口移到我们等一下过去一点，因为过来一点。现在要把它拿起。太恐怖了！用飞弹来形容，真的一点都不夸张。就连经验老道的网工大哥，也只能短暂休息片刻，以求自保。现在这种感觉，你发育了。目前说实话还行，还扛得住。原来手要准备，哦，也是海水一个跳下来要把它拔回去。那撞到很痛哦，这个撞到很痛哦。你撞到脸好吧？啊？你撞到哪都痛？你撞到脸了？甩到哦。对，像这一只就几乎快2斤了。对，哇，这个很漂亮啊！你看这个肥度啊，这一只也蛮大的。哦，好痛！丝木鱼在量大小都是从最尾部，然后再最头到最头。对，他们在卖幼苗也是从最尾部，然后算头。从最尾部来，这个大，你要抓好。好，你把它放平。还是我直的？等一下，我直的。有，从这头就等于在后面了。肯定要定格画面，很有力，运动量够啊，空间够大的话，这有比较扎实。我觉得现在近看呢，你就会看到它这个绿色的反光，在这个背部的地方。听黄大哥说，来这里除了能体验渔获收成，
最大的福利就是能品尝到外面吃不到的虱目鱼私房料理。食鱼教育啊，教你们怎么吃这么大只的虱目，只有 SOP 哦。对，这个教材是从日本运过来的。这个就是模型。对，是这个，这个这一块嘛。要从第1块开始夹，然后夹到第5块。你这个在吃之前要先画一下，它中间有条线。这条线啊，从侧线这样子，就先画过来。所以切了一半，上面开始吃。那算是第一块。对，分开。它慢慢从这边吃过来。可它这样顺序吃是为什么？它只是口感吗？还是什么？这样子吃比较好挑啦。哦，这样吃比较挑，那你可以看到，对。它越大只，它的刺会退化。对。它原来有很多，它就会慢慢变成一只。它原来是小只会差很多，然后它会越来越缩，越来越缩。哦，因为现在你可以看到它刺有没有，都是像这样子，往旁边这样四散的。然后越大只以后，它这个四散就会并成，最后变成一大只骨头，然后刺就变成一只大的。对，把完了吧？这样分你不觉得看起来像什么牛排的部位，对，猪排、羊排的部位哦？就是这个原理，它就慢慢学，慢慢吃。可以吃了吗？可以，豆走，请吃。哦，你还是要小心有小刺吧？有刺要吐出来啊！有刺要吐出来啊？有没有刺？还是有啦，多少一定还是会有一些。圆的。都是大刺，还好。对，这个就很大只。你如果刺，人家就吃完了，哇，你是把它切断之后，它就刺又更多。哦，对，因为刺就乱了，它这个是有顺序的。对，这个好好吃哦。我上次跟老婆去那个小琉球玩之前，停下来吃一个虱目鱼，它是卤的。哦，卤虱目鱼肚还是整条？肚。然后我吃差不多一半的时候，我就反胃了，我就觉得哇，好不舒服，然后我不舒服到晚上了。这个就是我吃完一口，我就想再接一口了。它的那个油脂的那个在嘴巴里面的感觉是舒服的。它的背肉都不会干呢，这么大一尾，它不会，对，完全不会干呢。它哇，好香。这个真的，你看，你就是慢慢把这些吃，这样小吃一点点拔掉，拔出来，好香，拔出来，然后塞嘴巴。还是里面还是有一些小刺哦，要小心，还是要小心。也太过瘾了吧！照着简单的图示，就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大快朵颐虱目鱼的美味。另外的隐藏版菜色更是得要运气好才吃得到。啊，你说这2道很特别，这2道是什么？这不是龙珠吗？这个是鱼肠，这个是虱目鱼蒸。鱼肠听起来是蛮恐怖的。不，鱼的。以你们国外来说会觉得很恐怖。对啊。可是台湾这个是美食。真的。你试一下。我先看他的表情再说。他也可以吃到，不要吃。千万不要。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千万不要吃的。他有皱眉头一下下，然后又说不好吃，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是风凉话或是陷阱，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你试一下就知道了。不会的。它口感那绵绵的，是因为沾了粉的酱，但你吃到里面它那个肠子是脆的。怎么觉得吃起来有点像那个鹅啊手？它外面脆脆嘛，但里面是绵绵的。哦，冷掉不会，没臭都是最厉害的。这个不是每个季节都有。真的？它不是挖起来就有。这要有它下去弄鱼的时候，下去赶鱼让它跳，它的肠子把它的跳出来，里面的排泄物把它赶出来之后才可以。它如果有一些季节它没有跳，它的排不出来就不可以选取。真的。所以这不是说取出来以后再另外把这个常常缺货。鱼胗你知道要怎么讲？鸡胗我吃过。然后但是那个部位是在鱼身上。鱼的鸡胗。好。哇，好脆哦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鸡胗的口感？非常不一样。这很像那个羊菇哎。我吃这个，我感觉它是把猪肉的那个小肠裹在一个荸荠的外面，就是那个外皮啊，有点像猪的肠子，它里面就是脆的像荸荠一样，而且比较有一种蔬菜的感觉。不得不说，如此新鲜美味又用心养殖的虱目鱼，也难怪是坚持古法制作鱼筋的首选原料。陶瓮就是陶瓷的东西，不小心就会破掉，所以拿起来就是轻拿轻放。用纯陶，我这是感觉很古老哎，这用很久了。
哦，非常久这样。陶瓮嘛，它为什么不用白铁了？对啊，奶奶的技法传承下来。你们没有试过其他材质？我们其实都有试过，我们也知道，譬如说，如果你要产能，你要时间，你要节省能力的话，只用白铁锅就快啊。对啊。可是重点找不到我们以前的味道，找不到味道会不一样，味道完全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就做法一模一样哦。做法一模一样，但是用陶瓮跟白铁或者其他的什么？对，完全不一样。它切的还是最整条的真味。对。然后我们就是要骨头。对哦，它那我们会把它压。它这样是要放几尾？我们不用多少重量。以重量来算，在这一步其实需要比较有力的经验的人，有经验。对，因为又压下去，没有，但你压也要压到差不多，你压太多打起来麻烦。哇塞，这么准啊！哇，你好厉害！对，误差0.01耶。对，然后盖上盖子，这是 POM 的热缩中，它是热的时候，它会缩起来，就是会把我们所有的筋跑不出去，水也跑不进来，它不会有任何的塑化剂产生。那现在有点高，这样子锁得住吗？可以，放心。对，因为它在热的时候，蒸汽在蒸它的时候，它瞬间这边已经膨起来。使用新鲜虱目鱼全鱼，不加任何一滴水，再用古式陶瓮蒸炼而成，才能成就滴滴精华的虱目鱼精。要小心一点。对，要先散气啊。对，要先散气。哇 ，OK， 超烫的。这么多。先把水擦干，这个刀子打开之后，然后有一个。看，我们可以看，原本刚装好，全部都是鱼嘛，现在煮好以后就剩个鱼渣了。这个瓮就是起来的感觉就是这样，就这么一点点。哇，这么少啊！对，就这样，颜色其实跟那个什么鸡汤什么是一样的，很像。没想到9台斤重的虱目鱼蒸炼而成的鱼精，几乎还不到陶瓮的1/6。如此真材实料、古法制作，也让人更加好奇它的滋味。现在这样闻就像鱼汤的感觉，闻是一个味道，喝也是一个味道。这个跟品茶一样吗？对，就像。所以我们用茶杯是这个意思吗？对。OK。哎，虱目鱼有层次感，对，口感上有层次感。你第一口你先喝，我们先喝第一口，先尝第一口。这个第一口之后，在我们嘴巴里面完了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吞下口的时候，我们再喝第二口，它会有慢慢的有不同的变化。第一口你会觉得入口比较咸一点，对，有咸味，对，然后你再喝第二口，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再喝第二口。可是口水吞下去以后，回甘在上面，慢慢的会甜对，是甜味。它的咸。第二口不是咸的，慢慢的转淡，然后慢慢的会有鱼的鲜味慢慢的跑上来。有，对，而且是舌头两侧，对，比较有感觉，就是留在后韵舌头上的那个甜味，然后再喝第3口，它的干的味道就有一条鱼蹦出来，整条鱼在嘴巴里面，然后就是喉咙头啦，对不对？堆叠上那个厚度越来越厚的感觉，从舌尖到舌两边到后头，对，全部都有。喝的时候，你的嘴巴觉得黏黏的，因为鱼有丰富的胶原蛋白。对。那我们刚在下锅的时候，我们是整条鱼，对。在台南，有人像黄大哥一样深耕在地，也有人成功迈向国际，凭着你我再熟悉不过的台湾鲷进军世界。乐曲，这一次这个池是什么特别？它这边平常是不对外开放的，然后今天跟老板特别商量，因为它里面是综合池，它养了非常多的鱼种，就有什么乌鱼啊，比较少见那个鳗鱼，然后有一些台湾鲷啊，就是应有尽有。我刚刚看到泰国虾这么大只，有这样的身体这么大只。这一站就是钓什么就吃什么。对，当然钓到鳗鱼就第一志愿嘛。听说它里面的乌鱼3、4、5斤很大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准备这个重装备。定海神针，用手竿。对，哇，狂人就是狂人。这个7.2米的，好不好？钓到巨物都给你起来。我上一次来折断一只不久前。真的吗？对，弄断了一只手竿。没关系，今天折断算我的，可以啊。可以，没问题。你这样讲我就放心了。
这个我们的班杰平常比较少在钓鱼，他是负责吃鱼。吃鱼，对，我很会吃，你会吃？行啊，可以。那我们的那个乐群很会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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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钓扎实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可以，我们一只就赢他们。我想说我没用过那么长的杆子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个给你操作，我帮你看。长短不拘，长短我来处理。我只能说这次真的是机会难得，大家可别看这水池不怎么起眼，里面的家伙个个来头不小。咱们透过关系好不容易让场主亮哥亮嫂愿意开放，可得好好把握啊！有鱼。赶快去抓！哎，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感觉到了！我们现在就要说跑掉，跑掉，跑掉！算蛮大的吧？没有，你把做钓竿的底对弄到这个。哎，注意哦！哇，我就感觉正咬啦，两个都勾到它。一个是勾到身体了，一个是真的吃进去了啦。夹深一点，夹深一点，因为它嘴比较薄。好，还有你只要抓上去就可以了，把手捧它肚子。小腿哦，我们要钓这么大的才对啊！你们应该没机会了。是不是？老手还是有运气好的时候。我说班姐，咱们的高手乐群我都让给你了，可别说我占你便宜呢。哇！掉了！赶快去抓！哎！哇！哎，比较小一点。这个好吃的，还蛮漂亮的，其实也蛮漂亮，很肥，肚子也是很肥，绿绿的。今天大家真的很不简单，我可以钓到我们家的鱼啊！为什么？钓不到人家是跟他看亮哥的奖分，不看别人的奖分。哦，了解哦。所以今天他能钓到这么又肥，这个跟我们亮哥的体型好像哦，超像又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肚子，你看很漂亮，而且我们这次可以游到全世界的台湾钓，因为我们有做国际认证 ASC， 所以你们看到这一尾就知道，亮哥引导企业叫做 ASC 的台湾钓，所以你们要记得哦，这真的是有认证了，他是有身份证，然后比你们还大张。除了国际认证的台湾鲷，听亮嫂说，来到这里还有一样绝对不能错过的顶级好货。这就是麻啊，麻这过来算较老麻，较久的麻，4-5档咯。为什么要养到4-5年？因为客人要来用餐的话，他要吃，我就要去抓。这个是你们这边餐厅自己会用的，不是养了再还有客人喜欢要买活的回去炖。也可以哦，是哦，对啊，你活的也卖，对，反正都是现抓现杀，对啊，它的外皮是黑的，天蓝色的，天蓝色的，真的假的？天蓝色的鳗，背部天蓝，肚子全白的，4-5年可以养到几斤呢？不一定，最大的你一只股，上大你养过多少公斤呢？1公斤，1公斤，1公斤很大嘛？白鳗养到1公斤很夸张哦，真的。对啊。哎，好吧，有动作。感觉，我不确定哦。有鱼啊，这次感觉有，我看，就说下面看起来感觉有，有重量。有！篮子，我先进来。掉哦，等下会跑掉哦。好，有了，天蓝色哈，有点，看到哦，有，活力满满，很粗哎，哇，会钻呢，对，鳗鱼就这样。肚子白色，对，然后这个其实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那个鳗鱼啊
比较深色的不一样，然后比较黑的有点不一样。太阳啊，有没有？用太阳照。其实金蓝的，有没有这边哪？这边都有一点。有依然呢。有。来换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给你一个机会，给我一个机会，给你一个机会，但是小心哦，轻轻的，小心哦，一头一尾，一头一尾你就抓得上来。好，很难呢。就当成一个刀子，我们把它开背。哇，好多只哎！就这样子游出来。哇！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一定。有，那维持不久了。所以这种就是日本人最喜欢的摆卖，是日本人的最爱。为了满足咱们乡亲的需求，亮哥特别留下一池白鳗供应自家人，所有特色料理更是亮嫂一手包办。真的洗不起来啊，那个黏液真的多到一个不行啊，好像有啊，没有那么黏的东西啊。我肥皂这样子，它也是下不去啊，用不起来啊，洗不起。对啊，我来加一个东西来，自己拿一个，洗看看。好像这个一样抽的意思啊。这样子洗啊，这样子有啊有，就是健康它就会它的黏液啊，因为它是靠这个黏液在存活的，所以你看有些很健康的这种鱼类啊，或者是弹涂或什么，它在半干湿，它可以活着是靠黏液嘛，对吧？它这个白鳗真的是很健康。不得不说，亮哥的用心照顾，加上亮嫂的细心料理，还有优美景色的衬托，能在这里享用美味的水产，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啊！谢谢亮哥。重点来了，白鳗不是我们钓不到的，对，要用捞的，呛鳗，呛什么鳗？呛的，用呛的。怎么呛的？什么意思？用呛？这感觉有点像说话说你不要碰我。哦，呛你啊！对，这要怎么呛他？不会解释。你不会解释？老板娘来才。没关系，我们用嘴巴吃试试看。那我们先吃看好不好？呛后是香辣的。那哪一个要先吃？不介意，都可以，一定是煎的啦。哦，原味先吃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不用管什么先吃，反正番茄自己夹了就会吃啊。他已经开始了。对，这个很好吃哎，而且它的皮是很 Q 对，是比较 Q 的啦。哎，它里面那个小细刺比外面吃的那种，之前我们平常吃的黑鳗什么，更加有味。而且有细刺吗？几乎吃不太出来，对不对？我刚没吃到哎。对，因为有些鳗吃下去它会有那个角质，对，很烦。一点点，然后你会咬到嘴巴里面就觉得它那个胶质很多，嘴巴黏黏的。那个怎么吃啊？对，你今天讲出一个口感了，你不知道不会讲吗？我跟你讲，最重要的是因为今天咬光没有太好认，但我们有了一个弥补。有流量了，可以。那个庐山真面目了哈。平常都不出山的，今天出山了。今天真的很香，很好吃。哦，还有那个烤肉郎，怕晚上养的，但是红火灾量少哦，哇！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一定。老板娘教你开，先开背，就当成一个刀子，我们把它开背。哇，好多汁哎，汁就这样子就出来了。哇！小刚，你慢点啊，你快嘴巴不要那么快。真的吗？没有，因为你后面有一个更快的了。我挡着。对，我一点都不快。我灵巧，有洞就钻。那个什么味道啊？看看什么味道？很鲜甜呢。你钓的鱼哎。这个有点解渴的感觉哦。这是你钓的鱼吗？对啊，很 juicy，吃的时候好嫩。对。而且它肚子里面有塞那个大蒜。哦，你里面有塞料哦。真的。里面是有料的。有点像豆腐啊。用什么？它就是这个味道。那个蒜，再来还有我会加黑胡椒。这个以我钓这么多台湾鲷来说啊，我也很喜欢吃台湾鲷，这个真的是好吃的。你们
4号是国际认证的，可以这样飞出去的呢。而且我们不用，所以这个真的好吃，有认证过不一样。这个都不用 passport 就可以飞出去了，你看很厉害。比我们还方便，对不对？对，比你们还要再去签证啊什么，他不用，他就直接飞出去。他已经先给他了，对，永久的。哎，你已经到第3条鱼了，第4条鱼了。你干嘛这样抓我毛病啊？我就想什么都吃啊。他没有在管我们在拍什么，没有，他就一直吃了。小刚，你的乌鱼，我来，你的乌鱼，你的乌鱼。哎，乌鱼怎么吃起来又像旗鱼？是吗？对啊，像旗鱼。对，像旗鱼。哦，我看到这一点。我的发音有错吗？旗鱼，旗鱼，马瑞。对，马瑞。Nose very long, sharp。啊，吃掉。口感跟旗鱼差不多了。哎呦，那这个汤很清爽呢，吓到我，看起来很浓郁，但很清爽。这趟跟着吃货班杰探索台南海味的旅行，让咱们不只看到在地水产的特色与实力，更吃出满满的在地人情味。